出去！我儿子今天如果有个3长2短，我不会让你活着离开云城。楚缺这个废物，居然能一下震飞这么多高手，他至少是6品以上的实力。很快，这实力就都是我的了。妈，不要再逼可可了。老爷，楚缺，你忤逆父母，戕害兄弟，今日我这做父亲的便请出家法，对你严加管教。我乃是8品，加上这条家法铁鞭，实力直追7品，定能一鞭将这逆子打成重伤。呀！你刚气，你居然是6品高手！6品，这废物修为居然这么高，真是意外之喜啊！6品又如何？我是你爸，我要打你，你有什么资格反抗？还不快撤掉金刚护体，跪下挨打！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逆子，难道你还想打你亲爹不成？这绿茶野种固然可恨，可你们这对夫妇眼心相，同样是暴君，不可原谅。你敢！眼盲心瞎，偏心小人，10岁就逼得你儿子意欲寻死，老逼得，你除了有这点血，还有哪一点配当一个父亲？既然拿出了家法，那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一家之福是非和恶。这一点我打你有眼无珠便是非，这一点我打你背逆血亲偏袒野种，这一点我打你灭绝人性，祭祀3番把你儿子逼至死路。你个小兔崽，还不快住手！你是想把我死里打吗？我怎么生出你这样的畜生来？这一巴掌加上昔日种种，生生之恩一场。还敢犟嘴！现在立刻马上把你所有的功力全部转！我说了，第1巴掌生身之恩一场，这第2巴掌都连你的母亲也敢打！我！接下来轮到你了，我的绿茶弟。独坐小师祖，破碎虚空，白日平生。登仙台出，吉时已到。诸位徒孙，日后若是想我，就给我烧纸。这后面便是仙境。哎，懂不懂规矩啊？想飞升，你得渡劫。楚缺是吧？你这个属于是肉身成圣啊，得挨72道天劫啊！哎，老李，这是我徒弟，自己人。参见初代祖师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行了，老赵，既然是你的徒弟，那前面的71道天雷就免了吧。不过还有最后一道大劫啊，这个真不能放水。老赵，理解一下啦。懂得了。敢问仙官，这最后一道是什么劫？你呀，得回趟家。这最后一劫啊，就是你的家人。他们一对眼盲心瞎的父母，一个绿茶养子弟，也配当最后一道大劫？你小子现在倒是说得轻巧，当初也不知道是谁被那一家子逼成重度抑郁，还10岁的小屁孩就割腕寻死。若非老夫梦中收徒，救你狗命，你小子现在的坟头草怕是得有2米高了吧？
18年，连声问候都没有，赶紧给我滚回家来！这孩子才10岁，这抑郁症就严重到了这种程度。二位胡扯！什么抑郁症啊？我看他就是装的。他肯定是为了跟小生争宠，才故意自杀吓唬我们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这么说哥哥，要不你们还是把我送回孤儿院吧，不然哥哥下次又要想不开了。下次？他还敢有下次？小生，爸爸妈妈从来都没把你当成养子啊。走，我们去吃个冰激凌。弟弟总是每天都会欺负我，爸爸妈妈还说是我欺负弟弟，说我才是坏子。老爷爷为什么会这样？小孩儿，跟我修道，等你哪天参透了大道，就没有什么事儿能让你伤心了。真的吗？我堂堂青龙山初代祖师，还能诓你不成？离家18年，平时连声问候都没有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爹吗？18年来，你不也是第一次联系我这个亲儿子？少废话，立刻滚回家，否则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小畜生。天下万般兵无，唯有过我伤人最深。18年，你们是否依然也有心思？小生，打开看看。爸妈，这可是梨花山的丹药，千金不换呐！为了这颗灵丹啊，你爸那可是捐了3个亿的香火钱，还亲自去梨花山给人家打了半个月的杂呢。你服下这颗灵丹呢，很快就能够突破8品，那时候就有资格继承你爸梨花宗外门执事之位了。爸妈，可是我资质太差了，我怕我服下这丹药到不了8品。那也不怕，我已经让出去，赶紧滚回来了。这小子在青龙山修行了18年，想必功力也不弱。是啊，只要那个小畜生把他的功力传给你，你肯定能够成功的突破8品。爸妈，你们对我真好。你说啥话？你是我们唯一的儿子，我们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啊？昭告天下玄门，青龙山小师祖下山了。昭告不了啊，师兄，小师祖已经下山了。以我们的功力，千里传音也传不了那么远呢。手机干什么使的？对呀，我们可以用手机啊。母亲，青龙山那位小师祖下山了。不是跟你说过，让你叫他楚叔叔吗？我堂堂梨花山宗主，怎么能对一个后……明白了，以后叫他叔叔就是了。还真是温馨的一家3口，我还真是回来的不是时候。我是青龙山来电，那位小师祖下山了。妙哉，小家伙，不往本座等他18年，终于长大了。直说吧，3位，叫我回来有何请教？这叫爹生没娘养的东西，谁让你做下的？见了父母连人都不叫，就你还是道士，你修的什么道啊？哥哥，这确实是你的不对。就算你瞧不上我，可爸妈毕竟是你的亲生父母啊。以贫道和你们的关系谈论亲情，
是不是有点太不见外了？逆子，敢再说一遍？老爷，别跟他动怒，这种人从小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楚娟，开门见山吧，我问你，你10岁就上了青龙山，这18年的修为，修得如何？六，演都不演了。哎呀，我现在的修为高得很，怎么想要？没错，我跟你爸已经商量好了，待会儿吃完饭，你就把这18年的功力传给你弟弟吧。青龙山乃天下玄门魁首，这废物在那儿修行整整18年，积攒的功力绝对不少。爸妈，我们这样对哥哥不太好吧？什么不好？小生，你记住，你才是楚家未来的继承人，他的功力只有在你身上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。小生，妈知道你善良，但他这种人对家族没有任何用处，就算是有再高的修为，又有何用？好吧，都听爸妈的。好孩子，看看你弟弟啊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小生啊，妈知道你受委屈，等传功结束之后，妈妈一定好好补偿你。漂亮，我还一句话都没说呢，我的功力就已经被你们决定好了是吧？这左一句传功，右一句传功的，我答应了。我看你们这一家3口就是老鹰打饱嗝。这个小畜生，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父母说话的？楚雀，你简直是枉为人子！妈，别生气，当心气坏了身子。要不还是我劝劝哥哥吧。亲生的又如何？只要我略施小计，你的父母还有楚家的家产都是我的，以及你那修行18年的功力，只要我想要，你得乖乖交出来。楚老师，很生气吧？你知道和尚和道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哥哥，我不知道呀。哼，和尚呢，讲慈悲，逆来顺受，忍气吞声；道士就不一样了，我们讲究顺心而为，有火不发，会憋出心魔的。哥哥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意思就是吧，我去你妈的！哎呦！小生，老爷，这个小畜生差点没把我们的儿子打死！来人！你个东西，今天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！老爷，一定要好好收拾这个小畜生，我们儿子的伤不能白受。放心，就算我们不打他，他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传功是有后遗症的，他把功力传给别人，自身功力散尽，筋脉尽断，会终身残废的。会这么严重？看来楚先生知道这个后果。那看来你的心比贫道想象中的要狠。楚家家大业大，你贪了，我们养着你便是。老爷，要不咱们换个方法吧？虽然他很讨厌，但是他毕竟是我们，毕竟是血脉相连，老太婆到底还是心软了。我想问，为什么非要贫道传功给你们的好大儿子？那自然是为了继承我在梨花山的外门执事之位了。不过嘛，继承需要达到8品武者，而他现在还是9品。就为这点破事，不惜让你儿子传功，落下终身瘫痪。哼，你懂什么呀？啊，我们楚家屹立在云城，跻身权贵之间，你觉得靠的是什么？靠的就是我们在梨花山的这层关系。妈，都怪我天赋不好，要不然
也用不着哥哥来吸收。哼，你岂止是天赋不太好，你压根儿就是废物。说什么？楚缺，我就不应该给你好脸色。我记得凡世间武者最低的品阶，也就是9品了。那又如何？这绿茶好大儿5岁来到楚家，你们把一切的修炼资源都给了他，就这样修炼足足20年，这换头猪来也该开启灵智，转化为妖了吧？可他居然还是9品，哥们儿，你纯废物啊！你小声，小声！哎呦，小声，给我闭嘴！生怎么样，还轮不着你指指点点。小生虽然天赋差些，但是他懂事善良，反倒是你从小顽劣可恨，明知道他已经受伤了，却非要刺激他。爸，我可能要不行了，待会儿你们千万别去为难哥哥，让他给我传功续命。我就是个养子，我死了，就让哥哥去继承爸您的职位，一样可以照顾好楚家。等不了了，现在必须让他赶快给小生传功，否则小生活不过1刻钟。哎呦，小生，快点让他传功给小生，救上逍遥姐。你是主动传功，还是我让他们帮你啊？即使明知道他是块扶不上墙的烂泥，你也从来没有打算过让我继承楚家。你也配继承楚家？做梦！明白了。可为什么明明是你们要抢我的修为，反而搞得好像你们比谁都无趣？胡说八道！什么叫抢？我是你妈，你的命都是我给的，就算现在我让你死，你也必须照办。妙，很妙。看来你是不打算主动传功了是吧？多说无益，动手！你这个孽障，你竟敢反抗！不反抗，继续像小时候那样对你们这对眼盲心瞎的老不死欺辱蹂躏。小时候你那是活该，现在也是。老爷，快点让他给小生传功续命啊！出去！我儿子今天如果有个3长2短，我不会让你活着离开云城。楚缺这个废物居然能一下震飞这么多高手，他至少是6品以上的实力。很快，这实力就都是我的了。妈，不要再逼哥哥了，老爷，楚缺，你忤逆父母，戕害兄弟，今日我这做父亲的便请出家法，对你严加管教。我乃是8品，加上这条家法铁鞭，实力直追7品，定能一鞭将这逆子打成重伤。呀！你刚气，你居然是6品高手！6品，这废物修为居然这么高，真是意外之喜啊！6品又如何？我是你爸，我要打你，你有什么资格反抗？还不快撤掉金刚护体，跪下挨打！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逆子，难道你还想打你亲爹不成？这绿茶野种固然可恨，可你们这对夫妇俩眼盲心瞎，同样是暴君，不可原谅。你敢！眼盲心瞎，偏心小人，10岁就逼得你儿子抑郁寻死，老逼得，你除了有这点血，还有哪一天
配当一个父子。既然拿出了家法，那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一家之法是非和公。这一点我打你有眼不说，便是非；这一点我打你背逆血亲，便断野种；这一点我打你灭绝人性，祭祀三番，把你儿子逼至死路。你个小畜生，还不快住手！你是想把我死里打吗？我怎么生出你这样的畜生来？这一巴掌加上昔日种种，生生之恩一场。还敢犟嘴！现在立刻马上把你所有的功力全部转。我说了，第一巴掌生身之恩一场，这第二巴掌都。连你的母亲也敢打！我。接下来轮到你了，我的绿茶弟。怎么回事？这楚风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，连楚天豪他们都没放在眼里。出去！小生现在生命垂危，你还想打他？你还是人吗？生命垂危，楚女士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眼瞎呀！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污蔑你弟弟是在装死？是不是装死？一试便知。我数到3，你再不提，我这一鞭下去，你可真有性命垂危了。怎么办呢？1，废物可是6品高手，他在内角他没用全力，但是他现在肯定被逼急了。我要是挨上这一下，怕是真的会死啊！你死！不要再敢动我的儿子一下，我保证不会让你活着走出云城。死！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性命垂危。回小生，小生，你刚才是装的。风雪匕首，小年纪不学好，还敢偷东西，我让你偷，让你偷！说，把风雪匕首藏哪儿了？这么贵重的东西你都敢偷，打死你也活该！啊！我真的没有偷东西，为什么我弟弟，我和他昨天一直在一起？是真的，哥哥昨天根本就没有偷跑到书房里面，也没拿黑色盒子里面的匕首。哥哥，你昨天教我的，我全都说了，不要打我。我这个小畜生还敢教你弟弟撒谎！我让你教，让你教，让你教！小生，你刚才是在装死！风雪匕首怎么回事？当年你不是说是你哥哥偷走了吗？现在怎么在你手上？难道以前的事儿真是我们误会楚缺了？那他心里得多委屈啊！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在欺骗我们，你让我们太失望了。娟儿，可别，现在煽情，是不是有点晚了？听着都尴尬。说啥？今天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，否则我们是王非但不感恩戴德，还让我们和亲生儿子离亲离德。今天我饶不了你！没错，现在整个云城都没人能挡得住你。怎么办？爸，我刚才没有装死，我就是被哥哥吓到了，我这是完全出于求生本能啊！对，我刚才就是回光返照，我就是回光返照啊，爸！这风雪匕首，解释一下吧。哎呀，爸，这匕首是我
是我昨天在当铺看到的，我还记得呢。你小时候特别喜欢这个匕首，然后我就把它赎回来了。我本来就是想给爸一个惊喜啊，可是我没想到这事情闹成这样。原来如此，老爷，小生对你可是一片孝心呢。险些中了这个逆子的反间计。啊妈的，总算是糊弄过去了。哎，这么离谱的借口，也就二位蠢驴能信了。不行，不能让这借口再说下去了，我得加把火。万一再被他揭穿一次，那就麻烦了。儿子，爸，刚反正好像结束了。这不行了，儿子，你赶快传功续命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你要眼睁睁的看着你弟弟死吗？你的心是铁做的吗？我看你们才是铁石心肠。修为外散，终身瘫痪。养子的命是命，亲儿子的命难道不是命吗？李海燕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李去司令，他是李寒烟。楚秋哥哥，青龙山那么远，你的爸爸妈妈真的不送你吗？我的师父是神仙，他会保佑我的。楚秋哥哥，这里有一点吃的和我攒的零花钱，给你。谢谢你，寒烟。楚秋哥哥，你一定要记着，我们是有娃娃亲的，不管你走多久，一定要记得回来亲我。李寒烟，啊，当年那个粘人的小哭包，如今居然成了霸气的女战神。她这些年都经历了什么？楚轩是我的未婚夫，他回家了，我来看看，很合理吧？未婚夫？难道他还记得当初的约定？真的等了我18年？啊，那个娃娃亲啊，那不过是当年双方长辈的一句玩笑，寒烟当不得真的啊。若我偏要当真了。楚轩的功力，你们抢不走，人我要带走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寒烟，你虽贵为望州总兵，我们是饶不起你，可是你这么办事，未免不合适吧？他10岁就独自一人去了青龙山，你们18年不闻不问，如今叫人回来，饭都没给吃一口，张口就要人18年的功力，你们这么做就合适了？楚天是我的儿子，用不着你管，这是我们一家人的事情，你一个外人，管得有点宽吧？懒得听你们聒噪。走吧。出去！今天敢走出这扇门，我便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是啊，哥哥，18年没在父母面前尽孝，如今回来，他们只不过是在你面前提了一点小小的要求，怎么能让他们伤心呢？贱皮子，你还是想死？哎呀，40米大长刀，讲吧。哈哈，这就是你们养的好大儿，哄堂大笑了，家人们。小生，你居然拿妈妈挡刀！妈，我给我解释嘛！赶走亲儿子，拿命去宠的野种，就这儿。说你们2位眼盲心瞎，还真是没错。不是的，
不是这样的。对他再好，终究不是亲生骨肉。难道真的错了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你们听我够了！我相信小生。老爷你，情急之下本能反应，小生本不知道，他自然把你拉回去当刀了。这老不死的，这种烂借口我都没想到，他倒替我想好了。是啊，爸妈，刚才就是太紧张了，就随手一拉，我怎么舍得让您替我挡刀？可是小生是你看他的，他什么人品你不知道吗？不像某些不仁不孝的畜生。好啊，你个小畜生，又使反间计，幸亏你爸清醒。这点手段还想挑拨我们一家子的关系，逆子，太低估你老子我的智慧了。明知他们是什么货色，又何必自寻失望呢？失望不至于，毕竟早就已经不抱希望，只是想看他们一家的小手如何表演。走吧。哎呦，小生，对不起，妈妈刚才误会你了啊。没关系的，妈妈。只是我也没想到，我现在居然会变得这么狡猾。哎呀，我不该背后说哥哥坏话的。爸妈，你们可千万别当真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那个逆子从小就心机深沉，以前就装什么抑郁症，寻死觅活的吓唬人，见骗不了我们，才灰溜溜的跑去了青龙山。老爷，现在的问题是李寒烟护着那个小畜生，我们还怎么拿他的功力啊？不必担心，你以为李寒烟这么多年在李家就过得很好吗？哼！谢谢啊。这姑娘跟以前还真是大不同。刚才在楚家说你是我未婚夫，只是为了有名分把你带走，不要误会了。当年的娃娃亲，的确不就是。那就好，我还真以为你傻呵呵等了我18年，那我也忒对不住你。原来你真的把我忘了，也忘了车站里的约定。滚！中山别墅18号，自己打车。我到你哪里惹到他了？谢谢师傅。哟，堂堂女战士，居然还会做饭。洗手吃饭吧，待会儿自己把那些菜放进去。这菜是现买的，这房子一看就没住过人。他别是看我回来，专门为我买了一套别墅吧？没这回事。人真好。吃饭。这一桌子全都是我以前爱吃的菜，这李寒烟倒也是用心。好了，寒烟，作为儿时的玩伴，你又是特意为我接风，又是专门买了一套房子给我住，够意思。来，说说你的条件。
条件？我看过你的面相，眼角桃红泛黑，此乃典型的桃花劫之相。若我所料没错的话，你的家族在逼你联姻，你因此很苦恼，对不对？不愧是道士啊，看来你在青龙山确实学到了真本事。那你觉得我帮你是图你些什么呢？好猜，太好猜了。像这样剧情，我在《河马短剧》里面看过无数遍了。这短剧里面的女主角啊，为了对抗家族联姻，都会找一个男人假结婚，而我恰好和你有娃娃亲，是最佳的人选，对不对？对你大爷！楚雀，你觉得我帮你只是为了利用你对吗？我李寒烟在你眼里就这么大。你看，又急。就算我猜错了，你也没必要发这么大火。楚雀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把你卷进我的事情，帮你只是单纯的为了儿时的情分。我不忍见你被楚家吃干抹净，落下个终身瘫痪的下场。寒烟，寒烟，条件？哎，明明已是乌云缠身，自己都一屁股麻烦，还分心跑去楚家救我，居然只是为了儿时那点青梅竹马的情分。李寒烟，就冲这一点，你这麻烦我包了。绿茶老弟，你很迫不及待。少爷，李家到了。楚雀，你个不要命的，居然敢跟李寒烟同居！等我把这事儿告诉李家人，他们非把你皮扒了不可。小生这么晚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李叔也没什么别的事情，就是替我哥送些礼物过来。毕竟他现在住在寒烟姐那里，我就叨扰了。谁？你哥？楚雀回来了，还住在寒烟那里？是啊，寒烟姐不是担心我哥回来没地方住吗？她特地在中山买了套大别墅，今天晚上他们就住在一起。您不知道啊？哎呦，李叔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您就当我没来，我什么都没说啊。寒烟，你也仗啊！订婚在即了，竟然把野男人带回家同居，你这是要毁了我们李家！他在洗澡。来人！我让少爷叫醒，再把武大师请回来，去中山抓奸。这，快！李寒烟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，给我滚出来！你就是楚家那个爹不疼妈不爱的废物，你倒是有脸回来呀！喂，老逼灯，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这样讲话容易挨揍？哼，真是笑话！难不成我们还盼这个废物不成？年轻人，老夫知道你是青龙山的弟子，不过你还年轻，就算你师出名门，又能有多少修为？这位是我们李家的第一高手，五品巅峰。你现在要是从我女儿的别墅滚出去，我可以考虑给你死刑，否则案是要断几根骨头了。楚轩，我姐可是望州司令，你这种死垃圾，除了长得帅了，但是要想吃上我姐的软饭，你还不够格。你说什么？
我说你虽然说长得帅了点，但行，不用说了。你这小子虽然说嘴臭了点，不过还蛮有品味的。你竟然以为我在夸你？大师，打他，直打脸，把脸给我打了。好，年轻人，老夫不想以大欺小，奈何你自寻死路。旁门左道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们见识青龙山至高无法。那是五雷咒。长得人模狗样的，竟然用这么下三滥的招式！我呸！还是五品高手呢，就连小孩子玩的把戏都能把你打赢。大师，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。哦，他不讲武德。大晚上的，在这吵什么呀？吴浩局可是望州城排名前10的高手，竟然败了，这家伙究竟什么实力？爸妈，你们来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啊，这不知廉耻的东西！订婚在即，还跟野男人私通，还为他买套别墅，居心何在啊？林家要知道这事儿，不要你怎么办？韩岩，立刻让他给我滚出去！不行，放肆！这废物他爹妈都不要他，你居然为了他连我们的话都不听吗？哎呀，你现在是望州司令了，翅膀硬了，连爹妈都不要了。我们走。不是，咱们就这么走了？你懂什么？你姐这人吃软不吃硬，每次只要你妈这么一闹，能妥协。看着吧，只要咱们还没走出这个门呀，他就会乖乖求我回去的。咱们就等等，看到了吗？哼，他是我生的，我还拿捏不了他了。怎么，你同意把这个废物给赶出去了？看来他倒是比我在乎亲情。也对，毕竟不是谁都和我一样，父母健在却像孤儿。行了，那我撤了。要走，把你们的人带上。你韩岩，你要死呀！你真的让我们走吗？要走，把你们的人带上。你个忘义的！你居然真的让我们走！姐，你真要为了这个小白脸跟爸妈翻脸吗？我没想跟爸妈闹翻，但赶他走，不行。你存心气死我们是不是？不是。哎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怼我拿瞎眼爹妈的时候伶牙俐齿，气场全开。这到你家里人这儿，怎么变哑巴了？我据理力争，哪里哑巴了？你可行了吧？就你这还据理力争呢？我太奶那嘴皮子都比你利索。上边，好了，我就纳了闷儿了，李寒烟，贵为望州司令这么大的官，你们李家为什么就非要逼他结婚，讨好别的家族？你懂个屁！我们李家当然不用讨好其他家，只是我爷爷患了重疾，必须得火灵芝才能救好。而大夏唯一的火灵芝就在您家。若不联姻，林家绝对不会把火灵芝给我们。李寒烟，你爹那么疼，你就忍心眼睁睁看他去死吗？不对嘛，火灵芝又不是什么绝世神药，这玩意儿能治的病，能是什么大病？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这老屁头还挺会玩。
老爷子年过70，还能有如此龙精虎猛，您这身子骨啊，再活120岁也不成问题啊！都是纹身姨调理的好啊啊！就是我那孙女不生气，为了和林家联姻，我装病装了3年，她却迟迟不肯点头。用点力。李寒烟啊，李寒烟，难怪咱俩小时候能玩一块儿去。李寒烟，你爷爷那么心疼你，你就忍心眼睁睁看他去送死吗？没有不管爷爷，这些年我四处遍访名医，那有什么用？这么多年给你爷爷看病的名医难道还少吗？可是他们都说只有火灵芝才能救你爷爷的命。那可不就有这么说吗？毕竟就是为了这颗火灵芝才得了这场怪病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若不愿接受联姻，爷爷病我帮你治。当真？你会医术？大言不惭，就连圣手瘟神医都不能治好你爷爷的病，你一句略懂，竟敢如此夸下海口！哎，也是巧了，我治其他的病可能不太在行，但专治你家老爷子这种臭毛病。可你要治不好，又当如何？你真有把握？把握的。反正也别无选择，与其拖着，不如赌一把。爸，若是处决治不好爷爷，联姻之事，任凭你们定夺。一言为定，明天早上我们老宅见。若是这个废物治不好你爷爷，你就乖乖跟我去林家联姻。走。慢走不送啊！不过，倒是要感谢楚缺这个废物，整整3年，韩岩都不肯松口，被他这么一搅和，反倒成了。愣头青，还以为他懂点医术就能治百病，殊不知有些病不是靠医术来治的。没错。姐，你真要把自己的命运交到这个小白脸手上？要是他没治好爷爷的病，你可就真得跟林泽那个王八蛋结婚了。不赌这一把，又能拖多久？爷爷的病，早晚是要治的。李寒烟呐，等你明天知道你一心孝顺的爷爷只是为了利用你孝心骗你联姻，故意装病，你会是什么感受？怕是天都塌了吧？爸，今天的海参和鲍鱼真不错，可惜您回来晚了，我跟妈已经吃完了。没事儿，下次再让人送。对了，老爷，你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？那个李家和那个小畜生情况如何啊？小缺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你妈妈呢？妈妈睡觉了。快吃饭吧，爸爸。好。看看你这嘴唇。我为他在外奔波一夜，回来却连口热饭都捞不着。这么多年，他虽然嘴上说的好听，却从来没有真正做过什么，哪怕连一碗面也没动手为我煮过。爸爸，您盯着我干嘛呀？小缺以前那么乖，为何在收养楚生之后突然就变坏了呢？难道真是我们做父母的
眼蒙心瞎。小生，你老实交代，当年那些事儿，是不是你诬陷小泉？小子，你最好能治好我爷爷的病，要是敢让我姐说，他妈打死你！也还没差到底，至少这弟弟是真为他着想。抱歉啊，我没想过把你卷进我们家的事，所以你也不必有太大的压力。就算治不好爷爷，嫁进林家，那也是我原本的结局。嗨，放心啦，就冲你请我吃饭，你躺平，我带飞。好啦，睡觉啊！睡觉。那山龟喝不了道士的酒，我也抽不了月老递来的烟。小生，你老实交代，当年那些事儿，是不是你诬陷小泉？哎呦，老爷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瞧瞧，知道你一直惦记着这把匕首，小生可是费了好大功夫才找回来。小生，给爸爸准备的面去拿过来。啊！爸，我亲手泡的泡面，您趁热吃啊。兴许真是我想多了。小生这孩子从小懂事，楚缺那逆子如何比得了啊？哦。哎呀，老爷，儿子的面可不能白吃啊！你这消息打探的怎么样了？那个逆子夸下海口，用李寒烟和林家联姻之事做对赌，说能治好李老太爷的怪病。老爷，他可是从青龙山上学艺归来，这万一给治好了，那岂不是？他治不好。爸，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啊？没病怎么治啊？哎呀，都早点休息吧，明天一早和我去一趟李家，看看这个逆子如何丢人现眼。时间已到，那小子要是临阵退缩，你们也算输。哦，对了，告诉那废物，他爸妈和弟弟也来了。哥哥，听说你要给李老太爷治病，要不还是别丢人现眼了，咱们回家吧。没错，一个孽障，在家闹事也就算了，还跑到外边来丢人现眼。万一你给老爷子病治得更严重了，你当得起这个罪吗？怎么哪儿都有你三条臭？你，哥哥，我知道你对我不满，可是对爸妈，滚边去！废物，先让你嚣张一会儿，我看你怎么治得好一个装病的人。等你输了赌约，李寒烟他自身难保，到时候老子不但要抢你的修为，还要折磨死你。进去吧。你混孩子！楚缺，你有信心吗？嗨，放宽心，今儿个我保准让你爷爷当场活蹦乱跳。哼，嘴上没毛，满口大话，也不怕风大傻的舌头。海燕小姐，老夫就得说说你了。你家老爷子身体已经十分的虚弱，你怎么还找一个毛头小子来给他治疗啊？简直就是胡闹啊！你若真有孝心，就应该答应联姻，
尽早求回来火灵芝，这才是正道。温神医，我只是给爷爬！庶子安敢！我最烦你这种沽名钓誉的玩意儿，收烂钱干烂事儿，还摆出一副冠冕堂皇为别人好的样子，又大又厉害，就跟这个野种一个路数。我又没惹你，我顺手是。混账！你只欺负你弟弟，什么本事？有能耐给老爷的病治好。海燕小姐，你可看到了，就这种暴力之徒，我怀疑他根本就不会治病啊！要是万一把老爷子治不好，可不管老夫的事儿啊！还不消停！哎呦，够了！哎呀，你找他来治病的还是大人呢？要治赶紧治，治不好你老老实实跟我去林家联姻。楚雀，别闹了，先给爷爷把脉吧。不用把脉，老爷子的病情啊，我定睛一看就已经全清楚。直接针灸吧。在老夫面前敢玩针灸，你庶子不伤羽毛。温神医可是国内针灸第一人，之前他已经试过了各种针法。那是他的针不行，老夫的针不行，老夫的精确天门针乃一台公认的天下第一针。没见识的东西，今天就给你开开眼。哇，好针呐，简直是巧夺天工啊！就算是不能治病，这作为收藏，那也是艺术价值极高啊！对呀，哼，这种垃圾又短又细，不像我的。小子，针的品质可不是论大小的呀！所以说你还是外行。就这针，植物人扎一下，跳死；就我这人，植物人扎一下都得跳起来。这他妈是针灸还是烤串啊？这个孽子，我看你就是想把人给扎死。李兄啊，今日这治疗，都是这个楚缺他自己不自量力哈。倘若一会儿出了什么问题，跟我们楚家可没关系啊。缺，你这针这么大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楚缺，这真的是针灸用的针。哎，你不针王吗？哎，给大伙科普一下，中医里啊，的确有这种针，名为蟒针，但使用难度极高啊。你想怎么扎呀？嘿嘿嘿嘿，我喜欢盲扎。荒谬，盲扎，闻所未闻。今天你不就见到了？这么粗的蟒针还要蒙上眼睛，这小兔崽子绝对是想要我的命啊！快来人阻止他呀！那你这第一针要扎哪个穴位？什么第一针、第二针的？你把它扔过去，要扎到你，算哪儿？狗东西，你还真想扎死我爹！靠，你他妈压根不会医术，混账东西！你还敢拦着我们，才要扎死你爷爷！姐，你别是小子给骗了。楚缺，我能信你吗？没问题，保管针到病除。好，让他扎。李寒烟，喂！爸，你不是我的敌人。你想杀了你爷爷吗？楚缺，动手。李老太爷，小飞棍来喽！哎呀，这小友的医术果真是精妙绝伦呐！好了，爷爷，你真的好了，身体有没有哪不舒服啊？哎呀，李老太爷，站这儿别动，我
我再给你扎2针，巩固一下病情。不用，效果已经很好了。这老夫觉得身心前所未有的舒畅。那昨天晚上的赌约怎么说？什么赌约啊？我不知道。爸，就是他治好爷爷，姐姐就不用跟林家联姻的赌约啊。闭嘴吧，臭货！狗杂种，坏我大事，那就别怪老子要你命。这个小畜生运气还真好，这种瞎猫碰上死耗子都没遇到。妈，他这可不是什么好运啊！李老爷子装病，本来就是为了逼李寒烟联姻，经他这么一弄，全乱了。你觉得李家会放过他吗？也对，接下来看这个小畜生怎么收场。哎呀呐，你们都下去吧，我要好好的答谢一下这个哲学小兄弟。啊，坐吧，没事。走吧。哎，对了，天豪，你也留下啊。小生，等李家把那个小畜生的功力废了，到那个时候，这功力就全都是你的了。哎，姐，你猜爷爷会怎么感谢楚轩？怎么，你有看法？我估计啊，8成是要撮合你跟楚轩，不然干嘛让楚天豪也留下？这估计就是父母双方商定婚事。我估计等楚轩出来，我就该改口叫姐夫了。小楚缺呀，谢谢你保护我们家小寒烟。看这2个孩子成天黏在一起，要不给他们定个娃娃亲？好。小楚缺，你寒烟妹妹的爸妈不喜欢女孩，所以对她不好。你以后娶她做老婆，那可要好好的保护她呀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这次你还会答应吗？年轻人，发现老夫装病，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聪明啊？为了让韩烟同意联姻，全家上下折腾了整整3年，这下让你小子给毁了，你该当何罪？还不跪下认错？认错？那倒不必。此子毕竟是青龙山的人，还是尽量不要动他。老夫向来待人和善，楚缺，你把装病的事儿烂到肚子里，并且远离我的孙女儿，老夫不会为难你，还会送你一顿好。哎呀，极品灵丹，这是那个能让地仙武者直接突破1整级的极品灵丹。爸，你这是……住嘴！我自有分寸。好吧，年轻人，想好了吗？还考虑什么呀？人家不但放你一马，还送你极品丹药，你别不知好歹。你手下，我要去拿给小生。有了这个极品丹药，小生一定能突破我的花品啊！楚缺，你到底收不收？我可警告你，今天你要么答应条件，收下这金丹，要么我让你走不出李家大门。这就对了嘛，年轻人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啊！你起来，让我揍。什么？仨，年纪轻轻装耳聋啊！起来吧你！还是这么说。楚缺，你想死！年轻人，还从来没有人对老夫如此无礼！
年轻人还从来没有人敢对老夫如此无礼。你可拉倒啊！李寒烟没当望州司令之前，你是个啥？一个靠抱大腿的老废物，躺平狗。哎，你什么你？道爷，我说错了吗？抱大腿你都抱。李寒烟是望州司令，他们那李家才是第一家族。这么粗的大腿，你们不仅仅抱，居然还想要把她嫁。等她嫁了人，有了婆家，还有你们什么事儿？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。你呀，你这狗脑袋一天都想什么呀？小杂种，你再敢对我家老爷子不敬，我让你血洒当场！血洒当场！你这个逆子，没拦你是吧？放肆！吴大师，速来拿下此子！何人在此放肆？那什么，我妈叫我回家吃饭，告辞。记得把门带上。哎，好嘞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乱来啊！有事，好商年轻人，不要停我啊！我可是你爹啊！好狗，性质吧。瞧见，我真是你爹呀！喂，老皮大，没把真相告诉李寒烟，我给你留着脸呢。李寒烟要是知道你们一家骗了、算计了，是他的脾气，你们还能狗仗人势？以后收敛点儿，听懂了没？哎呦！楚天昊，这就是你的好儿子啊！我呸！还他妈道士，跟土匪似的，我就没见过这么狂道的人。我这个也哎呀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小子现在有我们把柄，我们怕是不好惹他了。简单，通知林家取消联姻。这怎么行呢？我们折腾这么久，不就是为了联姻吗？现在放弃，这岂不是顺了那小子心意了？你懂个屁！这叫驱虎吞狼。林家的林泽那可是望州天字号的纨绔恶手，要是让他知道是楚缺那小子搅黄了联姻，他会善罢甘休吗？妙啊！林泽那小子手段可是黑得很，这楚缺要是落在他手里，那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了。哎，楚缺，刚才爷爷把你叫出来，聊什么了？没聊什么，就是答应取消和林家的联姻。以后啊，你不用再为这事儿发愁了。那跟林家的合约取消了，你跟我姐岂不是就能……没提这事儿啊？你榆木脑袋啊！他没提，你自己就不能主动提吗？贫道超然物外，无欲无求，没有这种世俗的欲。不是，你他妈的，我姐这么多年可都等着。超然物外，无欲无求是吧？自己走路回家。啊！上，我又哪儿惹？哎，我说，你这女人也太绝情了吧！好歹我也帮你解决了这么大的麻烦，你就这么对我？
哎，不是，你让我自己走回来也就算了，饭也不给我吃啊！道长无欲无求，超然物外，还用吃饭啊？喂，我可不会做饭啊！那我要是饿死了，那可是死在你家里。谁管你啊？可惜啊，我只会煮面条，还是当初为了楚天豪而去。你好，巨福海鲜粥的外卖。这女人到底还是嘴硬心软。林少，那小子把外卖拿走了。等几分钟，我要是要发作了再冲进去。狗东西跟我林泽抢女人，我都不耐烦了。报告，外卖已经送过去了。这算私事，不用特地报告。其实有些情况，饭店那边说外卖小哥回去以后情绪好像不太对劲。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唯有美食忘不了，爽哉爽哉。小子，蒜头饭好吃吗？他妈的李行言，老子都没吃过你点的外卖，还以为你个贱人对谁都那么冷淡，凭什么单单对这个杂碎那么好？哟，这不是我那绿茶表弟吗？这么早过来找我，点了？哎呀，我的好大哥呀，知道你厉害，但今天你恐怕没力气打我了。我在你的粥里面下了化工散，别说你是6品，就算你是3品以上的宗师，也得躺下。你说的是这个？不说你给我下毒，好歹也搅匀了再给我吧。你这样，这不侮辱我智商吗？你他妈是猪吗？这么点事情都能搞砸？你这林少，这不可能啊！我明明都半晕了，这我也没下这么多呀！你他妈还敢犟嘴？啊！你要是搅匀了，那踏板里这一堆是啥？这肯定是你搞的鬼！说话，你到底这什么东西啊？想知道啊？那你尝尝吧。我这中毒了，中毒了，我中毒了！盐啊！你俩耍我！答对了，有奖。林少，他吃了那碗粥，他已经中毒了。
我他妈需要你教我？哦，中毒了还这么装？你这杂碎有邪吗？哎，还好吧。话说贫道似乎不认识阁下，那请问您这杂碎又有何贵干啊？李寒烟，你这消息可真灵通啊！怎么就这么关心你的姘头？林泽，你敢动他一下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要是不打这个电话呢，我折磨他一下也就罢了。但是你既然这么说了，他今天必死无疑。拿下！全速跟上！李寒烟赶过来至少还要半个小时，今天就算是神仙来了，也救不了你。立刻包围整栋别墅，一只蚊子都不许放过。林泽，立刻把楚雀放出来，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李寒烟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救我！救我！被折磨的声音都变了。林泽，你简直不是人！破门救人！来点不？强闯民宅，入室行凶，蓄意投毒，哪一项都是重罪。来人，全部收监。是。啊，楚缺这小子有古怪啊！林泽跟楚生事先给他下了化功散，但对他似乎不受影响，反过来倒把他们给制服了。毕竟是青龙山下来的人，有些超乎寻常的本事，不奇怪。可林泽已经被韩岩给收监了，这后续该怎么办？这个废物！平时欺男霸女他倒是挺厉害，这一遇上事儿一点用都没有。区区纨绔子弟，本来就对他没抱有太大的希望。他若是能除掉楚缺，自然最好；若是不行，他背后的人自然就会出来了。你是指？自然是他哥哥梨花山大弟子林云。真要闹这么大吗？没办法啊，韩延贵为司令，整个望州能和他掰手腕的，也就只剩下梨花山上那一群高人了。大师兄，你弟弟出事了。在望州，还有人敢动我林家的人？听说是李寒烟派人把你弟弟抓了，而且还是为了一个男人。李寒烟，哼，区区一介凡间武将，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看来是时候让山下的凡人们再见一见梨花山的仙人之姿了。梨花山的弟子如今都这般随性吗？私自下山，成何规矩？是儿子教导不严，那是我的大弟子，娘亲若是不喜，我这就去拿他回来。不必，为娘亲自下山一趟吧。正好，小楚回望州也有些时日了，再不去，万一他在我眼皮子底下被别的姑娘勾走，玉无痕那女人怕是要笑话死我。楚道友，今晚我要好好倾听你原生家庭的创伤，不过
听完以后我要做什么，你是知道的。娘亲孤苦200余年，如今有了心上人，作为义子，我本应该替他老人家高兴。老夫年近古稀，难道真要多出个20几岁的后爹吗？这叫个什么事儿啊？家人们，谁懂啊？做饭有什么好看的？学习，做饭这种事情还是得自己会，免得别人有一天不开心了，哎呦，自己就要饿肚皮喽。你少阴阳怪气了，还不是因为你太气人？明明是你火气大，还怪上频道。你是？我找楚缺道友。哎，老婆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因为想你。嗨，你叫她老婆？老婆？哎，你脸怎么煞白煞白的？不舒服？难怪你不愿意向爷爷提起了，原来是因为你已经有老婆了。啊？不，用你们的话来讲，叫做道侣，对吧？什么玩意儿道侣啊？我叫她老婆子，纯是她年纪大。够了，楚全，她看起来比你都小，顶多20出头。过奖了。她23，她200岁都打不住。你把我当成傻子了？对，我的确是傻子。你的这位道侣是梨花山的人，有他在，我居然还会担心你被楚家惦记，买这么套破房子，一厢情愿的想保护你的安全。楚缺，你这2天看着我，是不是就像干小丑一样？我说你怎么听不懂话呢？司令，不好了，有人越狱！什么？全力守住，我马上过来。来不及了，司令。什么意思？劫狱之人是林家长子凌云。凌云，他从梨花山回来了。是的，而且他的实力极为恐怖，从露面到劫走林泽等人，不过短短10几秒。他的境界至少是3品宗师。他还留下一句话，说……谁说？他说明早8点之前，您必须穿着婚纱自己去林家，向他弟弟现身。还有楚缺先生，欺负过他弟弟，也必须打断手脚一并带去，否则得罪梨花山的下场，您就算是望州司令也承受不住。梨花山大弟子，3品强者，这次怕是完了。嘿嘿，毕竟朋友一场，我觉得有些误会还是解释清楚比较。李小姐，我和小楚道友的关系其实不用解释了，请你搬出我的房子。为何？起初让你住进来，是想保护你的安全，但既然你和梨花山的美女关系如此亲近，想必楚家人也动不了你，那你还有什么理由赖在我的房子里？而且你也说了，朋友一场，既然只是朋友，那我做的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吧。小姑娘，你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，现在让他走可不明智哦。我堂堂望州司令，掌管1州兵马，大权在握，我能遇到什么麻烦？
反正你也没什么心地，直接走吧。分手后第几个冬季？今天是星期几？偶尔会想起你。楚全，这次我自身难保了。幸好这个女人也是梨花山的弟子，兴许凌云看在同门的面子上，能放你一马。楚全哥哥，保重。那姑娘遇到的麻烦可不小，你就这么走了，不帮帮她？不帮。为何不帮？为何不帮？毕竟是青梅竹马的交情，你真的忍心见死不救？他请我吃饭，供我住宿，相应的，我帮他教训一下他家那帮子人。至此因果两相抵，我若再帮他一次，没有道理啊！只讲道理多没意思，就不能讲些感情吗？哈哈哈！我若是还有人的感情的话，下山第一时间，楚家那3口子就已经死透了。的确，像你这样的仙人，如果还讲感情，一怒之下便是尸山血海；不讲感情，反而是对这世间最大的仁慈。不过我想知道，你还剩多少人心？快没了。那你的小青梅是必死无疑了。不过有件事，你或许不知道。什么事？这是别墅区，等不到公交车的。啊！报告，本战区7品以上的高手已全部到位。李航烟，李航烟，8点已过，看来本座的话你是当成耳旁风了。放肆！我家司令可是朝廷正2品官员，岂容你如此无礼！谋起！李航烟，可以的，你素食武者竟然能够达到4品修为，不过你想跟我斗，还差得远了。我知道打不过你，但我望州司令也不是面团捏的。好啊，那就试试看，你一练武的，凭什么跟我修仙的打？是你的，你竟然真敢动手，伤害朝廷命官，等同于谋乱之罪，你眼里没有法律吗？云少，他没有犯法。我们是李寒言的家人，云少是受我们所托，帮忙管救这不听话的逆女，家务事而已，不谈犯法。爸，爷爷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真不去见见你的小青梅？真不去见见你的小青梅？我说，你跟他又不认识，怎么感觉你比我还操心？我又没成仙，还是有几分人性的。大姐，你是妖怪，千年白虎精，你还在这跟我聊上人性？反正啊，这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他要是扛不过去，那是他命。这世间真就没有任何让你留恋的东西了吗？有。爸，爷爷，你们为什么要帮助一个外人来对付我？为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你。
谁让你死活都不肯嫁入林家？事情闹到这一步，都怪你自己。韩爷，你太叛逆了，我和你爸不得不出此下策。出此下策，是指你们今日帮外人对付我，还是指明装病3年，为了逼我嫁人？楚缺这个小混蛋，果然还是把真相告诉你。楚缺他没告诉我，我也不用他告诉我，因为早在2年前，我就已经知道您是在装病。你早就知道了？不然你以为楚缺连针都没扎出去，您就痊愈？如此古怪的事情，为什么我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我只是不忍心戳穿你，我也不懂您为什么要让我嫁入林家。以我的身份，根本不需要与其他人联姻。我真想知道，我一定要知道。那我说了，你别后悔。光制造这是行了。哎呦，等我只管人人。你说让你留恋的东西就是打游戏，那肯定啊，飞仙了不就玩不了了？这仙剑肯定没香吧？哎，对了，平时经常跟你打辅助的妹子最近怎么没上线？你是说可乐大乔？虽然只是网友，但是怎么说认识也有10多年了吧？我刚上山那会儿还挺自闭的，结果他就突然加我好友了，每天陪我聊天。后来呢，陪着我玩各种游戏，他经常往青云山给我接东西。这么深的交情，飞升之前是不是得正式见一面？有道理。我问他，大小妹子，我要回山上了，怎么说？要不要见一面？爷爷，您告诉我，为什么一定要我嫁人？什么原因我都能接受。哎呀，要怪就怪你太有能力了，不但当上了望州司令，我李家也因你而水涨船高，成为了望州第1家族。这难道不是好事吗？好个屁！您的孙女战功显赫，连带着家族蒸蒸日上，这到底有哪里不好？哎呀，你不懂，李家在我经营几10年，世事无常，而因为你现在起来了，你知道背后他都怎么议论我吗？啊！他们说我是靠孙女吃饭的老废物，偏你又是一个女孩，难道我们李家一家子男人就没有一个有用的吗？偏偏让你一个女人撑着吗？您为什么一定要在乎外人的看法？因为刀没有插到你的身上，你不知道痛。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嫁出去了吧？你太碍眼了，你一天是李家的人，我就如鲠在喉，我就恶心。哎，阿爷，阿爷，你怎么不吃啊？爸爸妈妈说了，有好东西要留着给弟弟吃。爷爷知道你爸妈对你不好，他们重男轻女，可是爷爷没有办法啊，我只能自己对你好点。以后啊，凡是爷爷给你的就是你的，不用给你弟弟啊。吃吧。高分2分，甜不？甜。袁绍，他吐血了，快！现在正是拿下他的最好时机。杀人还是亲情刀啊！我家三品宗师一出手，用了一招，他就受了轻伤。你这几句话下去，他的心脉怕是要断了。活该！李汉言，你只要辞去望州司令一职，听话嫁入林家，你就还是我李汉伯的女儿。你们别太过分了，她是女人的亲孙女、亲女儿，你们帮着外人这么欺负他们，有你们这么多
咄咄逼人的吗？咄咄逼人怎么了？你爹，你他妈不是很嚣张，怎么伤成这样？啊！楚全那个杂碎呢？把他给老子滚出来！把老子的脚垫成这样，谁要把他的脚砍了？是在想我？怎么还不回我消息？我已经查到可乐大乔的身份，估计他现在是无暇回你消息。你怎么查的？有他的游戏账户信息，直接人肉他呗。这不太道德吧？先别管这个，他的身份，小蜜会让你相当吃惊。什么？可乐大乔就是李寒烟？不可能，人家可乐大乔可是个天妹儿。道士哥哥，你的兰陵王简直是国服第一刺客。这个。道士哥哥，我给你寄的东西收到了吗？有2件衣服，还有望州的特产。你在山上肯定很想念老家的味道吧？李寒烟那么老的性子，能一口一个道士哥哥吗？有没有可能，其实李寒烟骨子里也是个甜妹儿呢？楚道友，虽然你道法通天，可你不懂女人。若非生活所迫，没有哪个女人愿意高冷的。望州就在梨花山脚下，李寒烟的事我知道一些。她一个女人，一步步成为望州司令，这些年很苦的。如果你还是不信，那我问你，你下山是直接回了楚家，对吧？可是中途李寒烟却跑去给你站场，你就不好奇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那天我给可乐大乔发了消息。楚全已经走了，今日要杀要剐，我李寒烟一人承担。你死了都要保他是吗？那个杂碎到底有哪里好的？他哪都好。寒烟姐，你这是何苦啊？哥哥他身为男人，却抛下你自己逃跑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闭嘴吧，你个死米肠！我才不吃你这一套。可是你这样维护楚全，你把林少当什么了？林少，我真不是挺身，但是这口气你咽得下去吗？贱人，说，楚全去哪儿了？我弟弟问你话呢，是聋了还是哑了？说，这个杂碎到底去哪了？不知道。嘴硬是吧？可啊，嘴硬是要付出代价。大哥，司令，你别伤心，望州没有怕死的兵，望州军亲令，誓死守护司令。司令，快走！司令要逃到京都见到国师大人，这个混蛋必将受到严惩。没错，这书生仗着自己是玄门中人，不受朝廷管制，但是国师大人能够收拾他。快走啊，司令！我们不怕死，但我们不能白死。不行，这事绝对不能让国师知道。司令，伤得这么重，就不要再出去了。凭你也想拦住我？爷爷，爸，你们既然对我使出了全力，
修为外散，终生瘫痪。养子的命是命，亲儿子的命难道不是命吗？楚雀哥哥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是有娃娃亲的。不管你走多久，一定要记得回来娶我。傻姑娘，她竟然真的等了我18年。不是等我，可这千里，她一直以网友的身份陪着我，关心着我。道士哥哥，早上好！你们那里今天冷不冷呀？道士哥哥，生日快乐！道士哥哥，你喜欢吃雪花酥吗？我刚学会，寄给你尝尝。他的人性开始恢复了。青蝼蚁，找死！住手！住手！3品以下都是蝼蚁，一群臭鱼烂虾，还妄想要拦住本座。好啊，不是要去京都找国师告状？李寒烟，你但凡刚才要是听话一点，他们也不至于死。算起来，你这忠心的部下可都是被你害死的。我要你死！他当天已破，现在已是废人。弟，带回去随便玩吧。谢谢大哥。你要去哪里？帮他出气。你不是说没有道理吗？18年的等待，18年的陪伴，难道还不够？似乎不够。那别跟我讲道理。李寒烟，等会儿我要像牵着狗一样，一路把你牵回林家。我要让所有的路人都看到你是怎么被本帅征服。女司令，如何跑？该死的孽畜！你都走了，又回来干什么？我不来，你怎么了？你个杂碎！我本来想着办完了李寒烟再去收拾你，你倒好，自投罗网。大哥，他就是楚缺，就这个杂碎把我害成这个样呢。听说你是青龙山下来的，很好。世人都说青龙山乃玄门之首，我今天倒要看看青龙山的货色到。你他妈的！你很屌吗？杂碎，我可是还屌不屌？老子是！你信不信？你！这逆子究竟什么实力，居然能把云少按着打？云少3品修为，便是天上下凡般的猛人。这楚缺，难不成是2品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我连升8品都那么困难？这个没人要的狗杂种，却能这么强？老子再问你，还屌不屌？不屌了，不屌了，哥，你是我爹，我是傻逼。我先收拾他们，至于你，废我媳妇儿功力
杀死他部下的事情，我最后和你们闷。媳妇儿，小东西，还想抛下我去飞升？这下你恢复了人性，至少要在人间陪李寒烟到寿终正寝，这足足几十年的时间，姐姐我还拿不下你。怎么回事？方才天生异象，千里之外都看到，那家伙的人性为何恢复了？别装了，国师大人，他的人性恢复了，便能在人间多留几年。你这心里估计都乐开花了吧？你少东拉西扯的，先回答我的问题。没心情，我要去给我的楚道友加油打气了。哎，老妖婆，你给我等着，我马上去望州。来，放心吧，你的功力可以恢复。好好做点准备，看你老公怎么为你出气。你这态度怎么转变得如此突然？谁让我是你的道士哥哥呢？你都知道了。对不起啊，让你等了18年。别说了，太丢人了。带上这条口链，从今天开始，无论到任何地方，只准爬，不准走。哪天我媳妇儿消气了，哪天你摘下这口链。楚缺，今日留一线，日后你没资格跟我讲条件，要么当狗，要么楚缺，你他妈别以为我怕了你，二爷了不起啊！大哥，别藏着了，赶紧把你的符拿出来。好。楚缺，这张符是我师父给我的，只要我将它点燃，顷刻之间，我师父便会清零，到时候你必死无疑。逆子，你怕是还不知道云少的师傅是谁吧？那可是梨花山宗主，玄门5大宗师之一，一品强者。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，算个屁！好极了，幸亏云少还留了这么一手，否则若是让楚缺这个小子嚣张到底，往后我们这些人谁都没好日子过呀。楚缺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费老可是顶级强者，我们打不过他的。听懂了吗，杂碎？现在赶紧把老子扶起来，然后给李寒烟带上狗链，我要你亲手把他牵到我家去。楚缺，你聋了吗？还不赶紧按照云少说的做！年轻人，别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费老若是来了，你必是死无葬身之地。行，那我就看看你们今天能不能让我死无葬身之地。你们今天能不能让我死无葬身之地？我的腿，我的腿，哥，收服，快收！杂碎，你找死！燃！符已点燃，最多2分半钟，我师父便会赶到此地。杂碎，今日谁也救不了你。哥，人家都给你活路了，但你自己怎么就不珍惜呢？小双，别同情这个畜生，他自己找死，怪不得别人。与你们这群龌龊之人生活在同一世界，死又何惧？楚缺，大不了我陪你一起死。那倒不至于。我今天把话放在这，废物亮那老小子，今日若敢不打他，我打得他老妈都不认识他。杂碎，你敢公然辱我恩师？胆大包天！费老是何等样的人物？望州无人不仰望，敢说这种话，青龙山都保不住你。你不会以为你是青龙山弟子就可以傲视天下所有宗门吧？青龙山是玄门之首，这点不假。但青龙山的人也分3、6、9等，就你这种普通弟子，哪有资本如此猖狂？没错，梨花山是不如青龙山，
但人家云少好歹是梨花山宗主亲传的大弟子，那可是上等马。你这头青龙山的下等马算什么东西？没错，你不该惹我杂碎，你惹了本座，便是惹了我们整个梨花山。大言不惭，你可代表不了梨花山。此女是谁？为何也穿着梨花山的衣服？这逆子，难不成在梨花山也有人脉？不用担心，云少可是梨花山大弟子，他就算也是梨花山的人，身份地位肯定是高不过云少的。小生说的对，小畜生，你的靠山好像不管用啊！狗屁靠山！这女人根本就不是我们梨花山的弟子。贱女人，梨花山收徒向来只收上等天才，所以山上的人并不多，总共也只有100来名弟子，恰好每个我都见过。你想在我面前浑水摸鱼，怕是走错了地方。原来是冒牌货！这个女人好大的胆子！梨花山可是我们望州人心中的圣地，你居然敢冒充梨花山弟子，你犯了大忌，要命的！1分钟后，我师父便到。楚雀，你惹我就算了，还冒充我们梨花山的弟子，1分钟后，我看你死得有多惨。那便等你1分钟吧。妹妹，我先替你疗伤。涂下这枚金丹，你的功力很快就会恢复，而且会比以前更强。这丹药竟有如此奇效，梨花山的丹药堪称一绝，放心服用即是。这也太贵重了。哼，就算他恢复了功力又如何？一个4品，难不成还能帮你们对付费老不成？就是，这么好的金丹，还不如给我儿子吃了。小畜生，你赶快把这个金丹给你弟弟，要不然你死后啊，我们还能可怜可怜你，给你造个坟立个碑。没错，要是连我们也不管你，假使连个埋你的人都没有，死了也只能做个孤魂野鬼。我说你们2口子这脑子是不是可以捐了？他说这金丹是真的，你们还真信啊？云少，你的意思是那金丹是假的？废话，我哥都说了，那娘们压根不是梨花山的人，到哪整梨花山的丹药去？退一步说，就算他是我们梨花山的弟子，那修复丹田的金丹何其珍贵，连我都没有资格得到，他凭什么还他妈的随随便拿来送人？这简直是扯天下之大的！寒烟妹妹，我若说我这金丹是真的，你信吗？李寒烟，你现在功力虽然被废，但好歹命还在。你要是跟了本少，我养着你便是。可你若是乱吃东西吃死，本少可不会取一个死。寒烟，你可千万不要糊涂啊！不准吃！我们跟林家都已经把彩礼商量好了，万一你死了，我们上哪儿去找个女人给林少？我还以为你们是担心我，结果既然这样，那这丹药我偏吃不可。你敢！反了，反了！我真是生个白眼狼，我生个叉烧的还我生你！我的彩礼，我上亿的彩礼没来呀！不可能，他的功力真的恢复了。哦，不对，他这气息，他不仅恢复了功力，甚至还突破了3品。难道那真是金丹？实在可惜了呀！这金丹要是给我儿子吃该多好啊！袁绍，你这个残疾女人能拿出金丹，不会真的是梨花山的大人物吧？狗屁大人物！贱女人，这金丹一定是你偷的！好大的胆子！你先是冒充我们梨花山的弟子，现在要盗取此等宝物，等我师傅来了，定会让你尸骨无存。何人胆敢盗窃我宗宝药？我师傅来了！贱女人，还有你这个杂碎，你们就等死吧！师傅，你可算是来了。这里有2个狂徒，极其的猖狂，只可惜徒儿不是他们的对手，给你丢人了。好重的血腥味，这里死个人，而且还不少。这个啊，启禀尊长，死的人都是我孙女的手下，正是这被2个狂徒所杀。对，这2个人挟持小女，手下们誓死抵抗，
死得惨了，还望尊长速速诛杀恶贼，解救小女。混账东西，在我梨花山脚下，竟然还有人敢作恶！师傅，他们不仅作恶，而且还假冒我们梨花山的弟子作恶，这简直给我们宗门抹黑呀！对了，他们还偷了梨花山的金丹呢。好得很。老朽10年未出山，在家中侍奉我的母亲，这山外之人恐怕是忘了我费无量是何等人了，居然敢在我家门口挑衅，当杀！还请师傅匡扶正义，诛杀恶贼。请尊长匡扶正义，诛杀恶贼。师傅，就这次2人，手段残烈，蛇蝎心肠，简直就是畜生不如。这身影，还有这轮椅，你们2个狗杂碎，还不转过身来，让我师傅看看你们这畜生嘴脸！你看我是畜生嘴脸吗？看看你们2个面目可憎的丑东西，把我师傅给气的！哦，我丑吗？母亲不丑，母亲风华绝代，天下无双。他居然喊他母亲！大哥，你师傅这么大年龄，不会还打瓦吧？见着漂亮姑娘就……闭上你的狗嘴，别乱说话！师傅，徒儿也不太懂，您这是……谁是你徒弟？我没有你这个师傅。喂，你这一死挺慢的，嘴都瓢了。刚刚这里死了10几条性命，都是他教的好徒弟干出来的好事，他不该怕吗？孽徒，今天就要逐你出师门！这梨花山的本事，我要尽数收回。师傅，且慢！还有何话要说？明明是这2个人在作恶，你不制裁他们，为何对我动手？孽畜，事到如今还要狡辩，还要往别人身上泼脏水，就一张废了你！尊长，恶事的确是这2人做的，我们都可以作证啊。若是您不辨是非，就算您是梨花山宗主，这传出去恐怕也不好听啊。师傅，这件事情你要是解释清楚了，就算是要杀了徒儿也认。费无量做事从来不怕别人议论，要我解释，就凭你们也配？住口！你是何人？我叫杨天傲，师承逍遥门，家师玉无痕。玉无痕，竟然是国师的弟子！哥，你终于来了！好弟弟，不用，有哥在，今天谁也别想欺负我。小生，你跟这位杨少认识？你怎么叫他哥呀？爸妈，这是我亲哥哥呀！啊，亲哥哥？之前一直没告诉你们。我哥哥在我们父母去世之后就被一户京城人家收养。不过爸妈，你们别误会，我联系我哥哥不是想离开你们，只是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有人这样欺负你们，所以我才来找我哥哥替你们出口气呀。好孩子，好孩子啊！妈真是没白疼。我说你们要认亲就回去认好不好？小子，你阻拦我清理门户是什么意思？逍遥门有监察天下玄门之权，我乃国师弟子，自然不能任你恃强凌弱，仗势欺人。哼，没错，这死老头就是仗势欺人。这位杨兄，你可要为我主持公道啊！孽徒，你叫我什么？杨哥，事情是这样，事情的原委我都知道得很清楚。老头，本座在此，休得放肆，还不快把人给放了！如果是国师亲临，我倒是不敢顶撞，而你只是国师的徒弟，在我面前目无尊长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可能，看你的气息明明2品，怎么会是老夫的对手？我当然不是你的对手，不过
老头，你可识得此物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把我的骨头都给压碎了！这是国师令，应该现身赠送国师亲临，而且这国师令本身便蕴含着超一品的强大力量。这世间有此等神物啊！你快收了神通吧，不要被压死了！国师竟然如此信任你，这国师令竟然让你随身携带。师傅啊，不，废老头，现在有杨大哥给我撑腰，你也不能够帮责任。孽主，小妖猖狂！费无量，你现在该解释解释了，究竟跟这个女的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管这个女的？不会是你这个年纪了老的正经，偷偷的包养了一个小娘们儿玩情趣吗？放肆！哎，他急了，肯定被我说中了。费老啊，您也算是一代宗师了，在望州更是万人仰慕啊。只是你这私德不堪呐！呸！不要脸！那70岁的人了，还玩小姑娘，你简直不是人呐你！只要我说呀，这年龄倒不是问题，黄昏恋也是可以。只是费老，你怎么连残疾人都不放？老东西，你在我们徒弟面前成天装着道貌岸然，没想到这私底下竟然这么的变态！你们怎么可以这么胡乱造谣？你们的思想怎么这么龌龊？行了，我对你们那些脏事不感兴趣。今天我来这里只有一件事情，那就是给我弟弟撑腰。谁是楚缺？朱雀，没想到吧？我还有个亲哥，2品高手，国师弟子，还身负国师令。这次我看你拿什么和我斗？哥哥，虽然这个楚缺对父母不孝，行径卑劣，但毕竟也是我哥，一会儿下手可千万别太重。小生，你这个孩子就是太善良了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为那个小畜生说话。你妈说的对，那逆子根本就不值得同情。跳是吧？那个就是楚缺，这逆子从小就欺负小生，刚才小生也是被他打的，那手段啊极其残忍。跳，不用给我面子，这种小畜生就该遭报应。对了，小生他现在还是9品，待会儿你打死他之前，一定要让他把功力先传给你弟弟。对，他也有2品实力，一会儿他把功力传给小生，咱们小生也是2品高手了。嘿嘿，还真是我的好父母，这落井下石玩得溜。爸，哥哥，这样会不会太过分？欺负我杨天傲的弟弟本就是死罪，不过在死之前，要是能给你传一些功力的话，那也算是赎罪了。就他妈你叫楚缺是吧？说吧，是你自己传功等死呢，还是等我废了你之后，再用我的法子拿走你的功力？我念你是玉无痕的徒弟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你爹我要是不走呢？那阁下恐怕要被干死。狂妄！一块破令牌，瞅把你的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滚还是不滚？狗东西！玉无痕的面子我已经给过了，你现在没机会了。且慢，姚总，你让我拿出令牌来！楚缺，亏你是青龙山的人，居然用这种下流的方式取胜。你要是个男人，你就让杨少拿出国师令，你堂堂正正战胜他。你们少道德绑架了，让他拿出国师令就叫堂堂正正吗？那又不是他的力量。逆女，你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啊？我真是白养你！我分得清谁是内谁是外，用不着你教我。你果真是白眼狼你！哥哥，
你不会是怕了？要是怕了，你可以直说嘛。楚缺，别管他们说什么，是我真让这家伙拿出国师令，就会一点胜算都没有了。我倒不觉得让他用那块令牌会如何。别说，有本事你撒手，让我拿出来。楚缺，爷，你怎么？妹妹，相信他，这波包赢的。你怎么也？姓楚的，我是该说你自信呢，还是该说你傻逼呢？蠢东西，这国师令蕴藏的力量远超一品，你还真敢让别人拿出来？令牌在手，天下我有！哈哈哈哈哈！姓楚的，你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为什么不受压制？凭什么？他们两个也没事。想知道？想。那想去吧。亚麻得，碎了吧？太残暴了！这畜生怎么这么厉害？拿出国师令都打不过他。难道他是超一品的实力？不会的，我有国师令，我不会输。你作弊，你身上一定还有比国师令更强大的宝物。对了，一定是这样，不然小生的哥哥怎么都打不过他？楚缺，你要不要脸？居然拿宝物传来！真是位好妈妈，别人用国师令就理所应当，楚缺就不行。徐广美，你别太双标了。我怎么双标了？人家小杨是国师高徒，不像楚缺这个畜生，比得了吗？他是你生的，他是剑种，那你是什么？还有，你一口一个小畜生，那你是老畜生。你长在这强词夺理。哥，你要是有宝物，你就正大光明的用。你这样偷袭，确实有些无耻了。搞东西，你敢搞偷袭？你给我等着，等我回了京都，我一定向我师父告你的状。可惜你回不到京都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要死了。不，你不敢杀我，我是国师的弟子。你要是杀了我，我师父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误会了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杀你？屁话！除了你，还有谁敢杀我？我师傅，哎，他师傅，那这女人岂不是这？梨花山宗主费无量拜见国师。拜见国师大人。师傅，你怎么来万州了？本座到哪里需要向你解释？弟子不敢。国师令牌你都敢偷，你还有何事不敢？这国师令是偷来的。这姓杨的好大的胆子，盗取国师令，这可是死罪。你看我暗示你这么多次，让你走你偏不听，现在好了，死罪难逃喽。我他妈以为你说的是……操！师傅，饶命啊！弟子只是一时糊涂。弟子虽然盗取了国师令，可是弟子并没有使国师令作乱，反而弟子一直是在匡扶正义。哦，匡扶正义。来给为师说说，你是怎么匡扶正义的？启禀国师，老朽可以作证。这楚缺还有那残疾女人，他们二人在此杀人行凶。梨花山宗主费无量来到之后，不但不主持正义，反而包庇此二人。是这杨小兄弟执掌国师令，为我等弱者主持公道啊！的确如此啊，国师大人，这小兄弟不但没有为非作歹，而且还为校友们争光。是啊，国师大人，你应该惩戒的是这一男一女两个恶贼，还有梨花山宗主费无量。国师大人，我们一家三口也可以作证，这个楚缺是我义兄，我养父母的亲儿子，他平日里就恶贯满盈，不孝父母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恶人。对，是，而且这个梨花山不要老脸的宗主，生活作风极其糜烂，跟这个轮椅女还有奸情。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，管那个起码小他50岁的小姑娘叫妈，有没有可能那个女人真是他妈呢？师傅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子，怎么可能有这么老的儿子呢？是啊，
无理取闹！您就算是国师，那也不能强行指鹿为马呀！要这样，我们不服，我也不服。你们可以不服，可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你们可知道梨花山的开山老祖是谁？当然知道，这种事儿在我们望州连3岁小孩都知道。梨花山祖师乃1000年前一头白虎修炼成人，自称梨花居士，便由此这座山也叫做梨花山。你们说他年轻，这不是往这个女人身上贴金吗？这个千年老妖哪里年轻了？师傅，你的意思，他是？不错，他就是梨花居士，梨花山的开山老祖。玉无痕，你够了，一直强调什么开山老祖、老女人，没完了是吧？难怪国师你对他毫无影响，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妖仙。完了，1000年前的化形大妖，老祖宗级别的人物，我们这是把天捅破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她真的是祖师奶奶。你们管他这个娘们儿到底什么关系？不会是？你们说他滥杀无辜，若是这个老妖婆滥杀无辜，你们觉得还有机会在这殷殷皇位吧？楚轩，你的这位朋友真是传说中的梨花居士？要不我怎么叫他老爷子的？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那每天和我们一起打王者的离殇小老虎，就是他。天哪！我竟然每天和梨花山的开山老祖一起打游戏啊！妹妹，你怎么也跟这个臭女人学，一口一个老祖老祖的叫？我老吗？不老。王八蛋！你凭什么居然能同时跟国师和梨花居士如此亲密？出去！出去！怎么，皮又痒了？你不就是会打爆？我不怕你！现在有梨花居士和国师大人给我撑腰。我们给你撑腰？你这脑子去医院看过吗？医生怎么说？要杀你！明知道我师父跟梨花居士关系不熟，你还敢惹他？你他妈找死！别带上我们呀！他现在不找我们麻烦，就夹着尾巴蒙混过关就得了。你还主动跳出来挑事，傻逼吗？这2位都是得道高人，怎么可能跟这种人渣混在一起？2位，你们肯定是被楚缺那个混蛋给蒙蔽了。我儿说的没错。国师大人，梨花居士这个别墅里的人虽然不是他们杀的，但是这个小畜生绝非善类。他自小就性格暴戾，长大之后更是不可理喻，上欺父母，下欺兄弟，这样的人怎配与你2位为伍啊？他不配，自然不配。他说白了，他就是个吃软饭的，在玄门攀附您和梨花居士，回来之后又攀附上了李寒烟这个望州司令。是啊，哥哥，做男人怎么能这么没有骨气呢？何人在此污蔑我家小施主？小施主，这4位是青龙山4大天师。4大天师，可他们刚刚喊楚缺叫小师祖。小楚叔叔乃是青龙山初代祖师之徒，如今青龙山辈分最高之。他的辈分这么高？等等，小楚叔叔，老夫有事先告辞。你竟然就是青龙山那位即将飞升的小师祖！无常天降，恨与我从手中杀。完了，真误闯天家了，完了。完了，这次可真是捅破了天啊！朱雀，李寒烟的功力是我废的，他的部下也是我杀的，今日之事我一人承担。不管我弟是真疯还是假傻，求你放过他，也放过我们林家，求你！闺女，爸错了呀！开眼呐，开眼！爷爷也知道错了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
只是怕吧。是，哎呀，可是海燕，你要相信你弟弟，我们要是死了，他得多伤心，多煎熬啊！海燕呐，海燕，你爸妈是重男轻女，但是你弟那是真心对你好啊。是啊，他知道我们要对付你，他在家里可是闹翻天了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只能把他绑在家里，让你妈守着。看在小凤的份上，走吧。好，走，哎呀，好。小畜生，早知道你现在地位这么高，为什么一开始不说？原来你早就想蒙蔽我们，你简直是心肠歹毒。我心肠歹毒，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怪你自己吗？这么多年，你们这对做父母，但凡是对小施主有一点关系，哪怕是打一个电话，又岂会不知小施主的身份？我看，即便是回来以后，你们关心过小施主在山上的生活吗？我为什么要关心他？我有自己的儿子。没错，楚缺，就算你地位再高，修为再高，在我们心中你也比不上小生的一根汗毛。是吗？本来本座是不屑搭理你们的，既然你们要这么聊天，那今天本座就要跟你们较较真，让你们看看你们的宝贝杨子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这是杨天傲的手机，让你们看看他联系他亲哥的时候到底是怎么说的。你们那自然是对我们爱戴有加，夸赞有加了。就我们一家人如果没有楚缺这个多余的畜生，那也是母慈子孝、恩爱美满的模范家庭。是吗？那便听听他在语音里对你们是怎么爱戴有加的。不准放！小生，你还好吧？国师大人，我们好心提醒，防止你被楚缺这小子蒙骗，你这太欺负人了。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快来接我吧！我真受够这对脑残养父母了。我的修炼天赋明明那么强，却被他们给养废了。20年了，我还是个九品。小生，你怎么能说这么伤良心的话？自从你来，我们家所有的修炼资源都给了你，连我自己都10几年毫无寸进呐。你天赋不好，这才到不了9品，怎么能怪我们呢？哥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楚家现在的资产足足有近10亿。哥，等你来了望州，想办法把我那傻缺养父母做掉，这10个亿的家产就是咱们兄弟俩的了。楚生，这么多年我们对你视如己出，你怎么能如此狼心狗肺？小生，你的良心不痛吗？妈，你们不要相信他，那语音是假的，肯定是他伪造的。是吗？语音可以伪造，那要是你自己的记忆呢？把你的照心镜拿出来。没这个必要，我并不在乎他们是不是都真情。现在你是不在乎，可是当初小小的你是多想要一个清白，就当给小时候的自己一个交代，好吗？此物名为照心镜，乃我梨花山秘宝，可将记忆投影，如电影般播放。这凤血匕首可是灵器啊！虽然是我捡漏得来的，可还花了300万呢。哎呦，这么小个物件，比咱家别墅都值钱。这个东西，我把它藏起来，再骗他们是楚缺偷的，他们一定会把楚缺给赶出去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当初我们为了这把匕首，把他打得3天下不了床。小年纪不学好，还敢偷东西！我让你偷，让你偷！说，把凤血匕首藏哪儿了？这么贵重的东西你都敢偷，打死你也活该！你教我的话我都说了，不要打我。我这个小畜生还敢教你弟弟撒谎！我让你教，让你教！你当时为什么不解释？我解释什么？或者说，
我有的解释吧。无论什么事情，他说什么你们别信，真假根本不重要。起来！你个小畜生，小小年纪如此恶毒，你弟弟哪惹到你了？你亲人如此欺负他！现在可是大冬天，要不是我跟你爸及时发现，带小生去打吊水，他今天晚上就得被你冻死。不让你弟弟睡床是吧？好，你也别睡了，从今天起给我搬到杂物间，永远不要再回卧室。你怎么又想怪我没解释？我当时他妈睡得正懵逼呢，压根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你把我扯起来就一顿吼，然后把我丢进杂物间，我解释什么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小雀，所以说当初他每次诬陷你的时候，我们做爸妈的还帮着他欺负你是吗？那你得受了多少委屈？不多，10岁，重度抑郁，想死而已。胡扯！什么抑郁症啊？我看他就是装的。他肯定是为了跟小生争宠，才故意自杀吓唬我们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这么说哥哥，要不你们还是把我送回孤儿院吧，不然哥哥下次又要想不开了。下次？他还敢有下次？小生，爸爸妈妈从来都没把你当成养子啊！走，我们去吃个冰淇淋。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为了一个心急养子，竟差点活活的逼死自己的亲生骨肉。小雀，你能原谅妈妈吗？以前都怪我们被那个畜生蒙蔽了，给我们回家吧，我和你妈妈会好好弥补你的。省省吧，倘若我当时没在梦中悟道，真要被你们给折磨死了。你们现在掉这一滴眼泪，能救回当初的我？事到如今，楚天宝，你还在推卸责任，说什么是他蒙骗了你，可当时他不过才是一个6、7岁的孩子而已，而你们都是大人，要真想追究的话，能看不出这只是小孩子争宠的幼稚把戏吗？说到底，就是你们眼盲心瞎。你们既不爱楚缺，亦不爱楚生，你们爱的只有自己。今天若是没有国师和居士揭穿这绿茶男，你们还会知错吗？恐怕还是一口一个逆子，句句骂他小畜生。我是你这个畜生使坏，我差点把我的亲儿子给逼死。楚天豪，你们两口子能有今天，那都是你们活该。我是骗了你们，可你们自己就是好东西吗？你还敢顶嘴？我说的有错吗？我也就小时候骗你们，这次楚缺回来，让他给我传功的，不是你们的主意吗？楚缺从小修炼天赋就比我更好，这一点你们心知肚明。他能被青龙山看上，完全有资格继承你的位置。可你呢？你有过一点想法让他继承你的职位吗？因为你知道他跟你不亲，你不敢把家业交给你。所以宁可让他终身瘫痪，也要让他把功力传给我。你嘴上说是为了我，可是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你们就是舍不得楚家的荣华富贵，你比他，你们心里比谁都自私。胡说八道，不废了你！小薛啊，我已经把那个畜生的功力废了，算是弥补你这些年来爸妈对你的亏欠。你能原谅爸爸妈妈吗？你能原谅爸爸妈妈吗？孙先生，做人还是要点脸好啊。小雀，爸爸妈妈真认识到错了，你就住口，赶紧滚！没看见小施主已经不想搭理你们了吗？不是我说，咱要不把他俩揍一顿吧？小施主懒得计较，听到我早就想为小施主出气。就是，我也受不了了，我他妈揍死你们！你别跑！你也滚！你不说，你连被我记恨的资格都没有，更没有资格死在五洲。我费尽心机，想到在你心里，他只不过是个骗人的小丑。
弟弟，我来扶你。我要你走了吗？师傅，饶命啊！盗取国师令牌已是死罪，利用国师令牌胡作非为，更是罪无可赦。小施主，时间已了，我看你还是回青龙山准备爱赌飞升吧。楚缺，你又要走了吗？不走，我留在人间陪你过完这一世。楚道友，儿女情长先放下，我特意从京都赶来，今夜要与你彻夜论道。哎，还是让我先倾听你原生家庭的创伤吧。哈哈哈。徒儿，你很受姑娘们欢迎嘛？谢主师。师傅，您怎么下来了？赵前辈，你这是要来接小楚飞升？他不能走，他不能走。师傅，徒儿暂时不会飞升了。我在人间尚有情缘，不可辜负。老神仙，请你让楚缺陪完我这一生吧。我只是一个凡人，命很短的，耽误不了他几十年的。不是，小施主恢复了人性，你若强行带他走，恐怕有些为难他了。哎呀，你们都误会了，我不是来催他的。那为何事还值得您亲自下凡一趟？跟他私聊。我趁老李出门的时候多看两块小本。您这最后一节还没定完呢。啊？我和楚天豪他们已经断清楚了，这还不算吗？你说呀，我估摸着这最后一节，怕是根本不在你父母身上。你再想想，可还有别的亲人。哎，无妨，师傅，该来的便让他来了。这人间处处是修行，不管有无结束，总归是鱼跃此识海，花开彼岸天。曾相拥，与我欢饮朝浮旧梦，与你那一日我浓浓，余生与空。楚家也回不去了，我要怎么生活？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以后我要去当叫花子，好累啊！恭喜宿主最强大反派系统绑定成功。